怎么了？哎，帮个忙！啊！你喝醉了。周征辰，我也不知道他的心事住哪一家酒店，真把他送到这里来。是，他结婚了，不好单独送到酒店去。不好把他单独送到酒店，你送到我这儿来干嘛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不会是把他扔到外面去？万一碰到坏人呢？哎，好好好，把他留在这儿可以，你也要留在这儿。行，扶他去房间吧。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弗兰克，你扶我房间去干嘛？谢谢。你如果跟文川吵架了，不方便让他来接你的话，等一会儿天亮了，我叫人把你送回去。不用，我对不来梅比你更熟。好。你订婚的事，我一直想道歉，没想到被那场意外打乱了你们的节奏。没关系。我跟周文川要离婚了。当初太冲动，两个人都没想好，造成了一场闹剧。我怕我爸妈受不了，尤其是你妈还那么爱面子，决定先签协议，1年后再找个借口公开。你为什么仓促结婚？我并没有仓促，我只是在合适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我可以理解，你为了回家拿回二叔手里的东西，但你说的这个理由，我不相信。我的私事不喜欢跟外人讨论。天还没亮，你再去睡一会儿吧。等一会儿弗兰克起床之后，我让他给你送早餐过去。你过去对婚姻的态度一直很慎重，考虑得多。你还说过自己对婚姻没什么诉求，有朝一日结婚都是为了家里人。这次真让人意外。也许这个就是对人不对事吧。你还有事吗？没事的话，我就继续工作了。一起吃饭。你们吃吧。
谢谢你昨天带我过来。不客气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大哥，什么时候来的？等了23分钟了。在外面等太久，实在饿了，方便我跟你一起吃个早饭吗？随便啊。这么久没见大哥，不一起吃个早饭吗？你们吃吧，我约了导师。我让车送你。不用了。哎呀，你就这么坐飞机走了。虽然你们两个人合法夫妻，但是男女之间相处也得用点小心思。你就是太迁就他了。我怎么迁就了？过去我妈带队比赛，我爸只要工作不忙，就跟着她到处玩，既省酒店钱又能旅游。你爸妈在一块儿多少年了？老夫老妻了，肯定对方想干点什么，一眼就能识破。你们俩不一样啊，刚在一块儿，刚结婚，对彼此还不熟悉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用一点那种小技巧、小心思啊。什么小心思啊？哎，我也就是没男朋友，不然每天亲自示范给你看。就比如说这次啊，你就可以说忙没空，他就会开始猜你心思，哎，是不是冷落你了？所以你才找借口不去的。他一旦开始自省，就上套了。他比你着急，比你紧张，就相当于交出了你们俩感情的主动权。感情上谁有主动权，谁就是上帝。小月，我26岁遇到他，如果幸运能活到80岁，也不过剩了54年，不到2万天。你知道他是做研究的，一出差就会像现在这样走好几个月，或许真正在一起的时间都不到1万天。如果再减去我平时工作忙加班，我到处出差的时间，见面的日子更少得可怜了。所以，在有限的相处机会里面，我没有时间去用心思、用技巧，我要争分夺秒地和他在一起，明白吗？行，好，都是白说。放心吧，不会延误的，都给你算好时间了。好，相信你。就去这么几天，带书干什么呀？不是书，打印出来的资料，我路上看的。清河2字指的是这一家族的发源地清河郡，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境内。原来这么远啊！先生好，你好，一会儿帮我拿一双女士的拖鞋过来吧。有客人来，需要准备客房吗？啊，客房就不用准备了，我太太过来。那我待会儿好好收拾一下洗手间，点上熏香。您太太喜欢哪类熏香？哦，这个我不是特别清楚，你就先帮我选那种最不容易出错的吧。好的。哦，对了，她
他特别喜欢去寺庙，可以找一点类似的味道。好，知道了。哦，还有啊，帮我多拿几个软硬厚度不一样的枕头过来吧。我不知道他喜欢睡哪一种。好的。谢谢。小别胜新婚，果不其然。别在这儿摆 pose 了，走吧。这急的是你，又不是我。是啊，这是我太太，又不是你太太，快点。哎，走喽，去接周生先生的太太。你什么时候到的？也就提前了半个小时。有没有合适的时空，让相爱的人相拥？我在西安也见到过一个女孩，匆匆一面，她的脸就像刻在脑子里一样，根本放不掉。如果再让我见到一次，说不定也和你一样，立刻求婚。希望你们可以再见。感情是不是就不会被谁轻易拱手相送？没有你的未来，我该何去何从？这是我太太石怡，这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也是我的老朋友，梅行字如故。梅如故。残柳枯荷，梅如故。这个解释不错。你好，梅先生。你好，石怡小姐。走吧。我吃好了，你慢慢吃吧。干嘛这样盯着我？嗨，你好像瘦了一点。瘦了吗？以我印象中，脸瘦了一圈。你没好好吃饭吗？我一直都是作息很规律，按时吃饭的。没瘦吧？如果我是你，这个时候就应该回答想我想的，日渐消瘦。好，我学会了。如果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，我就说，我是因为想你想的日渐消瘦了。这个地方有24小时的客房服务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打电话叫客服。你过去一直住这儿啊？对，过去一直住在这个地方。自己住？怎么会？他耐不住寂寞的，和人同居。你真和人同居过啊？真的。你看，他自己都承认了。以前啊，我晚上经常会突然间想起来非常多专业方面的东西，需要跟人讨论和研究，所以我就跟之前一个同事合租在这儿。他现在已经搬走了，是个男的。那你们先聊正事，我把你的行李放到房间去。好。行嘞，哎呀，新婚燕尔，久别重逢，
必然要嫌弃我这个律师在这碍事儿，但放心吧，我是个识相的人，办完正事我就走。请坐。刚下飞机就要面对律师，还有点吓人。吓人的不是我，是协议内容。这里是你们之间个人财产分配的补充协议，作为你们结婚协议的补充。你们结婚之后，他继承了他爸留下的全部个人财产和周家90%祖业。我们忙了2个月，差不多交接完毕。这儿呢，是你们结婚之后，周生辰过到你名下的动产和不动产。他爸爸把所有财产都给他了，那文信和文川呢？不知道，知道了也不能告诉你。律师有自己的职业操守，这些你不需要管理。今天签的只是必要文件，走个流程，1式3份，你看1份内容即可。我把所有需要签字的页面都用便签纸给你贴上了，免得你漏签字。谢谢。离开之前我签好给你。太晚了吗？我笑的是你和他真像，做什么事情都会预想到下一步。我没问你，你就告诉我时间了。我喜欢和万事有交代、有计划的人一起工作，自己当然也要做到。如果我的合作伙伴都像你这样，我能省下不少事儿。慢慢看。你不好奇他的表字吗？是什么？长风。长风。长风至而波起兮，若立山之孤母。势不谙而相激兮，爱交矣而却会。你果然说得出。在西安，我是说你在西安的那几天，我也在，不过没见到你，倒是听他说起过你。他说什么？说你们认识的过程特别浪漫。明明是尴尬。帮我和周生辰说一声，不等他了。好，来，辛苦。很高兴认识你。我也是，我是他最好的朋友。如果以后你遇到什么困难，随时找我。好，拜拜。再见。